太行山是华北地区著名的山脉，主要位于山西、河北、河南3省，也是我国地理第2、3阶梯的分界线，绵延超过400公里。太行山主要位于山西，山西的主要城市也均位于太行山的盆地谷地内。除了各种有名的山峰盆地之外，太行山还孕育出了历史悠久的太行8型的概念，即为山西省连通河南和北的8个峡谷险隘，自南向北依次为止关型、太行型、白型、浦口型、景型、飞狐型、普阴型、军都型。其中第6型是飞狐型，也称飞狐口。该型位于河北省的涞源县北和禹县之南，两崖峭立，一线微通。古人云：据飞狐，恶行腹背，进逼幽燕最盛之地也。本期视频主要记录我 DIY 的皮卡房车随同车队穿越飞狐型小道的过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能听见树枝刮过房箱的声音，我这牛别发飙啊！大家好，延平 Mrs. Gary。今天呢，经受住一天的越野的洗礼啊，非常酸爽。明天还有一天，但更侧重于一个林间的穿梭，节奏会更慢一些，不会像今天强度这么大。那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洗个澡，冲一下身上的臭汗，然后泡杯茶，看看书就睡觉了。先这样。Next morning， 早上冲了杯美式，然后冰箱清一下，牛奶也喝了吧。这就准备收拾一下东西，出发了。正在准备我的小皮卡房车。今天上午呢，就是跟车队去穿越这个飞狐，然后目的地应该是百彦图。然后这个路线呢，就是从孟来县，其中有一个小岔路口，右拐进来，就这样吧。现在是在飞狐这地儿呢，应该是太行8型其中一个小山谷，听这名儿也是挺古老的一个名儿，景色挺好的，但今天有点雾蒙蒙的。哎呦，今天这个路也是挺坑坑洼洼的，但比昨天的那种就是各种奇形怪状石头在轮胎底下还是要好一点，至少地是平的。正在往山里面走，现在准备降一下无人机，在这个山谷的一个地儿停一下。现在两边呢都是比较直的高耸的石壁。路呢还算可以，包括这个宽度比昨天是真的是宽了很多，并且旁边没有什么悬崖峭壁或者说大土坡，所以开起来还是比较放心的。小花还没开，河道里的碎石，我觉得这条山谷呢，可能汛期的时候会有小河流下来，冲刷的痕迹，对吧？塌陷。车在山谷里行驶，完全没信号，导航也是一片空白。稍微拐大点弯能上来啊！收到。哎，前面是不是有个尖石头啊？还真是，给那尖石头磨了吧。真的挺尖，而且正好是那个尖的地方冲上，估计是他们压过去。前面又是个大弯，得慢慢过。入油门啊，稳住油门，这样的话就能持续稳住油门啊，不要说一打滑就收油。您这车啊，就是持续没
一直是这种爬坡路，地有点崎岖不平，一辆一辆往上爬呢。穿过小树林儿，因为我这个上面有防箱，所以能听见树枝刮过防箱的声音，但好在都不是太硬的树枝。皮卡房车开到了山顶，周围好多牛啊。空气有点凉。我这牛别发飙啊！就是山顶呢没有树林遮盖，风还是挺足的。然后现在这也是云雾缭绕的，挺凉爽，所以也把冲锋衣也得穿上。以上就是飞狐型小道的一个穿越记录，因为有的路段走的是牧民的私家山头，还是有些颠簸的，也可以去选择孟来线和418的县道，路况应该会好很多。希望大家喜欢，欢迎订阅关注，谢谢。